这味藕粉桂糖糕是太后爱吃的。永寿宫里出战神，翊坤宫里出情种。如懿传里那些和甄嬛传的梦幻联动真的太绝了。第一，藕粉桂花糖糕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梅姐姐最拿手的糕点一出现，真的有种泪目的感觉。当时扎龙登基，如懿被嬛嬛困在前邸，替姑母宜修守孝3年。为了不坐以待毙，如懿特地请了海兰帮忙，偷溜进宫看望扎龙。去的时候还带上了藕粉桂花糖糕，并强调这是嬛嬛最爱吃的。想当初在《甄嬛传》里，嬛嬛就不止一次的提过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。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。可以说，藕粉桂花糖糕代表着梅姐姐和嬛嬛深厚的姐妹情谊。梅姐姐死后，嬛嬛便一直吃着这味点心，怀念梅姐姐的好，连在《如懿传》里也不例外。我再说一次，梅环是真的。第二，菊花，这花开得到喜庆，黄与紫都是尊贵之色。从嬛嬛的这句话里，我们不难看出来，嬛嬛对慈宁宫里摆满了的菊花十分喜爱。这儿很多宝子们都说，嬛嬛看着菊花一定是想念梅姐姐了。确实，《甄嬛传》中有交代，嬛嬛一直钟爱的花是海棠，而菊花是梅姐姐的最爱。为什么喜欢菊花？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不曾吹落北风中。臣妾喜欢她的气节。最终，梅姐姐的一生就像她所爱的菊花一样，一生傲骨，宁折不弯。一旦被四大爷伤害，就绝不再接受四大爷的求爱，以至于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，很多人还在《甄嬛传》里出不来。所以在看到《如懿传》里老年的嬛嬛也同梅姐姐一般如此喜欢菊花时，就会控制不住地联想到当了太后的嬛嬛应该很想念梅姐姐吧。第三，此生不复相见。朕与你此生不复相见。宜修的故事无论带入到哪部剧中，似乎都是以悲剧收尾。在《甄嬛传》里，故事的开始是燕如此环，朝夕相见，但故事的结局却变成了朕与他此生不复相见。宜修为人善妒，恶事做尽，直到最后一刻，我们才知道他爱四大爷至深，不逊于纯元和刚入宫的嬛嬛。他悲剧的一生，总归是四大爷对不起他在先，显得既可怜又可恨。所以，当我们再从《如懿传》中听到“此生不复相见”时，实在不得不感叹一句：“时也命也。”这句话简直就是宜修一生的噩梦。第四，情深意重，两心相许。宜修下线后，如懿在宫中独木难支，为了获取嬛嬛的信任，得到来自太后的庇护，如懿不得不暂压悲痛，劝张廷玉等大臣不要再试图利用宜修来牵制嬛嬛在前朝后宫的势力。同时，他苦心劝扎龙让嬛嬛早日入主慈宁宫。如懿这般大义灭亲，嬛嬛十分满意。虽说你是景仁宫的至亲，但事事以孝敬哀家为先，那就功过相抵了。见嬛嬛不再为难自己，如懿使出终极一招，请嬛嬛为自己赐新名，斩断旧过。自此，她便不再是乌兰那拉青樱，而是爱新觉罗家的媳妇儿。事事以扎龙和太后为先。甄嬛惊讶之余问如懿：“那你最盼望什么？”情深意重，两心相许。这个答案让嬛嬛一时间有些恍惚，她仿佛在如懿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当年嬛嬛也曾许过，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那时的她也和现在的如懿一般，对爱情有憧憬和向往，期待过帝王的真心。可最后的结果却是晚晚泪倾，地心凉薄。刚入宫的嬛嬛死在了深宫，活下来的唯有笑到最后的钮祜禄甄嬛。眼下已经苍老的嬛嬛看着年纪轻轻的如懿，心里一定也在感慨，又是一个痴心的苦命人。但嬛嬛还是给了如懿一个美好而安静的名字如懿，并且嬛嬛还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她：“你还年轻，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，太难了。若能如意，便很不错。”这话听着宿命感满满，为而如懿从未如意的一生暗藏了伏笔。第五，永寿宫中出战神，翊坤宫里多情种。话说这永寿宫啊，真是紫禁城的一块风水宝地。
从这里头出来的人，个个都是复仇爽文大女主。前主人嬛嬛在经历闺蜜背叛、丈夫欺骗和数不清的陷害算计之后，直接黑化至无敌模式，采瓜六、奏安小鸟、斗宜修，最后下毒屠龙，一气呵成，推扎龙上位，一路逆袭走向人生巅峰。没有你，何来今日的甄嬛？后主人魏嬿婉小宫女逆袭上位，哪怕如意等人一再打压，也阻挡不了她扶摇直上，成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。从加菲猫到如意，魏嬿婉一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事业搞得风生水起。永寿宫这么热闹，可不是，新封了皇贵妃，设六宫之事，这可是当年翊坤宫娘娘的做派，只差一步就是皇后了。哪怕最后被扎龙惩罚，日日喝千机药，被折磨致死，魏嬿婉这辈子也是后宫里的一段传奇，堪称草根逆袭的最佳范例。反观翊坤宫风水这块指定是不太好，这里头出来的人个个都是悲情小说女主角。前主人华妃痴恋四大爷，却因哥哥年羹尧的势力太大，被枕边人四大爷算计，日日闻着不孕不育的欢宜香。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，臣妾日日都有。结果到死才知道，四大爷对她的宠爱不过是一场利用。皇上，你害得侍郎好苦啊！后主人如意呢，更不用说，隔壁嬛嬛都屠龙了，如意这边还在因为扎龙的变心摔碗砸筷子，看得观众急死了。海兰、容佩、影对对，好几个硬核辅助轮番带飞，但凡如意把一半谈恋爱的心放在认真搞事业上，都不至于落个病重早逝、亲者痛仇者快的下场。魏氏已经为恶吧？您本应该在这享福才是。综上所述，《如懿传》和《甄嬛传》作为姊妹篇，各有各的长处，但都是实打实的良心好剧。两部剧的梦幻联动，也让观众觉得惊喜。你还发现了《如懿传》里有哪些细节可以完美对接《甄嬛传》的？评论区见。